大家好，我是罗乙，欢迎来到罗乙时间。这里是生命与 DNA 科学系列节目。在系列节目之一中，我们做了7集节目。前3集中介绍了什么是 DNA 如何进入人体， DNA 与人体的关系。这些都是本系列节目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大多数人常常听说 DNA， 并非真正了解 DNA。 在后面4集中，我们用实际的案例详细介绍了什么是 DNA 亲子鉴定，以及怎样通过 DNA 亲子鉴定找到了人类祖先。这是一个科学普及的系列节目，相互都有关联。系列之一的7集是理解后面系列的基础。在系列节目之2中，我们将分7集，用最新科学分子人类学的 DNA 编码和数学来论证进化论是根本不存在的伪科学。客观讲，进化论出现100多年来，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辩，每次都以进化论的胜利而告终。因此，进化论在生物科学界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与真理。虽然进化论漏洞百出，但由于争论的对方只是从宗教、哲学、道德伦理、逻辑推理等方法对垒以科学自居的进化论，而没有拿出实在的科学证据，既推翻不倒进化论，也说服不了今天科学满天飞、科学人满地跑的科学世代的人们，也使进化论成了当然的科学理论。如今，一个全新的科学分子人类学出现了，从人体和各生物体中可见的 DNA 编码和数学分析，来验证单凭表体、化石、形体动作、尺寸比较的进化论，用科学证据使人们看见进化论只是假想中不存在的伪科学。在真实可见的 DNA 编码和数学面前，原始的进化论完全没有说话的资格。我们将用最新的科学分子人类学，用人体可见的 DNA 编码和数学7次为进化论敲响丧钟，而且每一次都会置进化论于死地。我们先来看第1集，生殖过程中的减数分裂是怎样敲响进化论的丧钟的。在人和所有生物的繁衍中，减数分裂是核心中的核心。虽然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但只有了解了它的奥秘，才能体会到它是一切生命过程中最惊天动地的事情。关于它的基本机理，各国高中生物学课程都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这里，我们将着重于 DNA 编码和数学方面的分析和思考，而这一点也是进化论极力回避的一个部分。
从编码和数学去了解减数分裂过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DNA 编码与人体的关系。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体中的 DNA 编码。在你我的身体中，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这是一段我们人体1号常染色体上的一段1800个 DNA 编码。我们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我们先来看染色体，这是染色体。染色体是一个长长的螺旋结构。在这个长长的螺旋结构上面布满了 DNA 编码。染色体是由 DNA 编码 A、T、C、G 这样的4个编码构成的。在我们的身体中有23对这样的染色体，其中22对是常染色体，1对是性染色体。每一条染色体都包含了非常多的 DNA 编码，有的是2亿多，有的是1亿多，有的是几千万。那么23对染色体一共包含了60亿 DNA 编码。DNA 编码和我们人体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人体是由60万亿的细胞构成的。我们浑身上下都是细胞，皮肤细胞、骨细胞、肝细胞，各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来构成的。所以我们浑身上下都是细胞。那么每一个细胞中都有23对染色体，以及它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每个细胞中都有60亿 DNA 编码，所以我们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人就是这样的 DNA 编码编出来的。DNA 编码是通过精子和卵子进入人体的。精子和卵子是通过减数分裂产生的。减数分裂是产生精子和卵子的过程，精子和卵子结合是产生新生命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减数分裂就没有生命。在这里，我们要从编码和数学的层次来分析减数分裂。我们先来看，这是染色体。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呢，有23对这样的染色体上面呢是编码序列，而编码序列的数目呢，每一条染色体是不一样的，每一条染色体的数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来看减数分裂的原理图，这个图上面长长的这样的长条，我们看到很多长条，对吗？都是染色体，它不是长条都是染色体。而且呢，每一条染色体上面都是编码序列，所以我们要从编码、数学和信息的角度来思考减数分裂，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长条。那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男性产生精子的过程，这是一个女性产生卵子的过程。我们身体当中23对染色体呢，
一半是来自父亲，一半是来自母亲。所以这个男性他身体当中的染色体同样也是一半来自他的父亲，一半来自他的母亲啊。23对，就是说有23条是来自他的父亲，23条是来自他的母亲。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阶段要做什么。减数分裂的第一个阶段呢是间期，间期的任务呢就是每一条染色体要进行复制，要严格的复制成相同的2条，也就是说父亲的23条染色体每一条都要复制成相同的2条，母亲的23条染色体也要复制成相同的2条。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看作是父亲的1号染色体啊，它的1号染色体复制成2条以后呢，在着实力的这个地方会连接起来，复制好了的染色体我们称作姐妹染色体。好，那如果这个1号是父亲的1号复制成了姐妹染色体，如果这个呢是母亲的1号呢，它也复制成了姐妹染色体，看到没有？在着实力的地方连接起来，相同的完全相同的2条，完全相同的2条意味着什么呢？不是一个长条啊，意味着在这个相同的染色体里面的编码数，如果是1号染色体，那么1号染色体是24925万多的编码，它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同时要把24925万的编码呢，同时的复制给相同的这条染色体，而且不仅仅是1号，从1号到22号，还有性染色体，他们在复制的过程当中都要把相同的编码数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工作呢是每一条染色体都要做的复制的工作，成为姐妹染色体。这是男性这一边要做的。女性这边呢，同样这是女性的父亲的1号，女性母亲的1号，他们复制成姐妹染色体，每1号1号2号3号每1号都要复制成姐妹染色体啊，他们也要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编码数学和信息。我们在思考编码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不能够看成是一个长条，而是这样的染色体，而是每一条有这样的编码数据。这个就是我们和进化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不会要你思考编码数，他们不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思考。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复制的工作很复杂，要相同的复制出来2亿多的编码，要同时产生。2亿多的编码实际上就是2亿多的碱基，碱基是化学物质，我们知道。那这样子的化学物质要同时的快速的产生在同一条染色体里面去，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谁来做？为什么他知道会去做？所以我们要从信息的角度来思考。男性这边是这样子的，女性这边同样也是这样的。第一步做完了以后呢，他们要做第2步的工作。第2步的工作呢，就是要进行联会。联会是干嘛呢？联会就是1号父亲的姐妹染色体要找到母亲的1号姐妹染色体，找到以后，他们要进行一个片段的交换，就是我们说的联会。就是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点上，他们要做
编码的交换、信息的交换。这个时候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就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就是联会这个阶段的工作。1号和1号联会，2号和2号联会，3号和3号联会。因为1号不能和2号，2号也不能和3号，一定要同号染色体才能够联会。我们叫做同号染色体，或者叫同名染色体，也叫同源染色体啊，就是1号跟1号，2号跟2号，3号跟3号。男性这边是这样子的，女性这边也是同样的工作，也是他们的父亲的1号姐妹染色体要找到他母亲的1号姐妹染色体，2号要找到2号，3号要找到3号，要进行一个联会、交换信息、交换片段的这样一个工作，实现联会。在这个同时，我们仍然要考虑的是，在片段的交换过程当中，编码的交换过程当中，这样的联会，这样的1号找1号，2号找2号，这样的工作是为什么会知道去做的？仍然要从信息的角度去思考。联会的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看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呢，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第一次分裂啊。第一次减数分裂呢，就是说，当他们联会完成以后，姐妹染色体2对，就1号和1号姐妹染色体，他们完成了联会，交换完信息以后呢，他们要分开了啊，这叫第一次的分裂。本来他们在一个细胞里面呢，这个时候要分成2个细胞。姐妹染色体联会完了以后，要同号的要分开了，这是第一次的分裂。女性这边呢，产生卵子的过程，同样也是要进行第一次分裂。父亲的1号姐妹染色体和母亲的1号姐妹染色体要分开了，分成2个细胞，这是第一次的分裂。这个时候分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区别就在于和联会之前的区别就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相互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看到没有？他们就是在信息里面有互换了，有交换了，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也知道哈，这个男性的父母就是这个未来的精子产生小孩的这个小孩的爷爷奶奶。那这个女性的父母呢，就是这个未来的卵子和精子结合以后小孩的外公外婆。也就是说，爷爷奶奶的信息进入到新生命，外公外婆的信息也进入到新生命，就是这个意思。第一次减数分裂完了以后，还有第二次的分裂。第二次分裂呢，就是这姐妹染色体的这个细胞要分裂成单体。你看到没有？这2个要分成了4个单体，4个单体最后呢就是4个精子啊。那女性这边同样也要分成4个单体，但是它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会分裂成一个大的卵细胞，还有3个很小的集体，而这3个集体呢会消失，它不会参与到受精，所以这个大的卵细胞会参与受精，而精子细胞呢，这精子都会参与受精的过程，可是卵细胞这边只有这个大的会参与受精，小的这3个小的机体就会消失掉。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仍然要从信息的角度去思考，
不能像进化论说的，它是自然产生的、自然发生的，如果不发生就淘汰了，它能够发生，它就是对的。它没有什么科学道理跟你讲，它也没有什么依据，就是一种很像那个偷懒的人回答问题一样的，就是这样告诉人们。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从数学的角度、从编码的角度、从信息的角度去思考呢，你就会发现进化论完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两次分裂后，经过2次分裂后，来自父方和来自母方的染色体被随机的组合分配到了4个细胞中去了。因为这样的分配方式呢，使每一个精子和卵子分配到的23条染色体会有2的23次方个组合方式。2的23次方，如果你去算一下，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是23条染色体，非常的信息就非常的丰富了，几乎不可能得到遗传上等同的后代啊。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以后，使我们的每一个新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从来没有2个相同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使我们的信息非常的丰富，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这2次分裂，你可以看到本来这个男性他的身体当中是23对染色体，女性也是23对染色体，对不对？当他们经过了减数分裂、1次分裂、2次分裂以后呢，这个精子里面就成了23条染色体，卵子里面也是23条染色体。然后精子和卵子结合以后呢，这个新生命又成了23对染色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是23对染色体，就是通过了这个减数分裂的过程以后，这样到我们身体中来的。现在我们从编码和数学的层面总结一下产生精子和卵子的过程。我们要注意的是，每一个过程都是 DNA 编码信息的工作。还有就是从图上面所看到的这些长条，你一定要知道它是每一条都是这样子的染色体，而上面都是 DNA 编码，而且每一条的染色体的 DNA 编码数目是不一样的，序列是不一样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每一条染色体当它们复制成为姐妹染色体的时候，一定要找同名染色体联会呢？1号要找1号，2号要找2号呢？就是因为它的编码数不一样。你比如说妈妈的这个男性父亲的1号和男性母亲的1号是相同的，当他们成为了姐妹染色体的时候，就是2对相同的姐妹染色体进行联会。所以1号不能和2号，2号不能和3号，互相不同的编码数是不能够进行联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也就知道了说为什么要找同名染色体进行联会。同名染色体进行联会，你比如说在男性里面，他的父亲有一个 Y， 母亲有一个 X， 这一对性染色体呢，他们会进行复制成为姐妹染色体， Y 成了姐妹染色体， X 也成了姐妹染色体。可是他们找不到同名染色体，因为 Y 只有1对姐妹染色体， X 也只有1对，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同名的染色体，所以在男性的身体里面产生精子的过程中，他的性染色体
是不能够参与年会的。但是在女性这边就不一样了，女性这边呢，她有父亲那里的一个 X， 母亲那里的一个 X， 这两个 X 都可以复制成姐妹染色体，然后就有2个姐妹染色体，她们就可以参与年会。所以在女性产生卵子的这边呢，她的性染色体是参与了年会的，这是和男性产生精子不一样的。那么男性的精子这边没有在他的性染色体没有参与年会，但是它复制成为姐妹染色体以后呢，它进行了第2次的分裂。分裂的时候呢，就是分裂成了4个单体，就2个 Y 2个 X， 然后呢会分配到精子里面去。所以在男性的精子里面呢，每一条精子里面有22条常染色体和1个性染色体，它分配到的是 Y， 那么这个就会是生男孩，分配的是 X 就是生女孩，它的 Y 和 X 是一半一半，就是它在它的精子当中是一半一半，非常公平。2次减数分裂后，来自父方和母方的染色体被随机组合，分配到4个细胞中去。由于这样的分配方式，每个精子和卵子中分配到的23条染色体会有2的23次方个组合方式。2的23次方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以知道，人体中的遗传信息经过如此丰富的组合方式，使人类从来没有2个100%信息相同的人，而人与人之间却只有1/1000的微小差异。从 DNA 编码看见，人体各染色体不但保持了恒定，也使人类从第1个人到现在，经过20万年左右，人类连微进化都没有发生。正如分子人类学家威尔斯描述 Y 染色体亚当先生所说的，如果他穿着西装在火车上坐在你的对面，你是认不出他来的。为什么会这样？下面我们会从编码、数学、信息做进一步深度的分析。